你们知道孙悟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？可能很多人会说是紧箍咒，其实不是。紧箍咒只是观音菩萨用来约束孙悟空的一种法器，并非是孙悟空自身的弱点。真正属于孙悟空自身的弱点是这两个，一个是怕水，另一个则是怕火。为何说孙悟空怕水呢？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下水后会导致自身战斗力锐减。比如灵胆大王那一回，孙悟空就是因为不擅长水战，不敢直接下水与灵胆大王一战，最后只好让猪八戒沙僧下水将其引诱上岸，他则埋伏在岸边伺机出手。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，比如最初收服沙僧和小白龙时，孙悟空只能在岸上打败他们，对方一回到水里，他就束手无策，只能站在岸上干瞪眼。不过孙悟空也多次承认过自己水下功夫不行，并且他还提及自己不下水的原因，是因为下水要念着避水诀，不念避水诀就有可能会被淹死，但念着避水诀就无法使出真本领与妖怪战斗，所以每当遇到水中的妖怪，悟空都会叫两个师弟下水，负责把妖怪引诱上岸。再说他的第二个弱点怕火，火云洞收服红孩儿一回，红孩儿一把三昧真火，把孙悟空烧得上蹿下跳，甚至差点把他烧成烤乳猴，最后悟空请来观音菩萨才将其成功降服。可既然如此，当初孙悟空为何能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成火眼金睛，而没有被烧死？还有，既然他不擅长水战，当初又为何敢大闹东海龙宫，抢走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？这显然有一些前后矛盾。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？其实仔细读原著，我们就不难找到其中的答案。首先，孙悟空在八卦炉中之所以能炼成火眼金睛，主要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被火烧到。原文里写得清楚，那炉有乾坎、艮震、巽离、坤兑八卦，猴子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，巽乃风也，有风则无火，只是风搅的烟来，把一双眼熏红了，弄作个老害病眼，故唤作火眼金睛。意思就是说，八卦炉里只有巽宫这个位置没有火，只有风。于是孙悟空就躲在这里避难，虽然不会被火灼烧，但却一直被风吹着烟，熏着他的眼，熏了749天，把孙悟空熏成了火眼金睛。再说不擅长水战的悟空，当时为何敢大闹东海龙宫？答案是龙宫里根本就没有水。可能大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在原著里是能够找到佐证的。西游原著第38回，书中提到了避水珠这件法宝，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在滔天大海中开辟一条旱路，在水中行走如履平地一般，并下得了东海，进得去龙宫。而无论是神仙还是妖怪，要想一直在水底下生存，都离不开这件法宝。原文里说，猪八戒下井打捞乌鸡国王，结果到了井下，八戒遇到了井龙王和他的水晶宫。这水晶宫洞穴里根本就没有水，因此八戒才能在水晶宫里如履平地。而当八戒走出水晶宫后，龙王便命令人取走了挂在门口的避水珠。等八戒转身看时，水晶宫竟消失不见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东海龙宫能够建在水底下，也是因为避水珠在起作用。就好比现在的海底世界，海底隧道把水都隔在了外面，所以初出茅庐的孙悟空才敢大闹龙宫，抢走金箍棒。倘若当时龙王把他拒之门外，那么不擅长水战的他就只能打道回府了。